Hello， 大家好，我是狗狗。相信生活在台湾的各位一定很早就在台湾的街头上有看到过，上半身穿着白衬衫，下半身穿着深色西装裤，然后呢骑着一台脚踏车，头上有戴安全头盔，这样一个看上去像上班族，穿着一本正经的外国人的形象。我呢，前不久是在我们台北最靠北的北投，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觉得非常好奇。所以回到家后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们是属于一个教会——摩门教。那关于摩门教，我第一印象就是以前看的福尔摩斯小说中第一个章节，写字的研究里面关于摩门教的描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教徒可以娶很多个老婆，非常让人羡慕。今天呢，我就约好了要去访问这个让我非常好奇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员，不是教徒。虽然没有跟大家展现过 My English is very very good， 但是呢，据说这个外国朋友会且只能说中文，所以就不需要我在旁边进行翻译了。那我们去看看吧。你们可以喝可乐的，对吗？可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你们喝可乐。因为我是有看说你们不能喝咖啡和茶，是吗？对，是这样的哦。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那首先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石长老那个石头，石头的是 Elder Johnson， 我的姓是 Elder Johnson。我从那个美国的犹他州上乔治是最西南边的犹他州，然后一个城市的。对。家人有6个人，妈妈、爸爸3个弟弟。你是大哥？是。你今年几岁啊？今年的话20岁。20岁。那你是？我是洪长老。洪长老。对，我也从美国犹他州来。是。我们是附近人。就是住得很近的。原本。对。那你们谁先到台湾这边？所以我是在这边大概快要1年了，他的话是大概4个月。喜欢台湾吗？觉得台湾好吗？好地方，是不是很棒？台湾很棒，很安全。OK。那我接下来问一些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不行回答，然后你就可以用台语来说不行。你有学过台语吗？一点点啊。那你知道台语的不行？台语的不行是打妹。我要打妹，开玩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OK 好，开玩笑，那是日语这你就跟我说不行就好了。想知道我有查过说你们是不能经常用手机或者是上网这样子，是真的这样子？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情况是怎么样？是大部分的人不能上网，然后手机的话，对，有很多限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手机的游戏，然后就是有 Line 联系方式，对，一些打电话，会用翻译软体吗？如果需要的话会用那个谷歌翻译。那平时会看一些影片或者是看电影什么的吗？又会看一些教会的影片，电影的话不太会看。因为刚刚从你都不知道打妹这个词，那就是应该没有在看影片的。因为你才来了台湾1年，然后你现在的中文这么流利，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之前是怎么接触到中文，然后学习的过程吗？我们不会选择我们去哪里传教，对，所以来到台湾之前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会去台湾，所以学的话就是来到我们大概2个月会去一个那个训练的地方，就学一下。就经过2个月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中文的地方。然后就来到这边，但2个月后还是完全听不懂，然后大概就是慢慢学，所以我在台湾大概快要1年了，对，在学中文大概1年左右。那你来到台湾是怎么学？有认识的人吗？其实很简单，就每天会背起来大概30个新的单字，然后会尽量用它们在我们的
接触上，是，然后就会听你们说话。所以文法的话，我不太会学，就是会听你们讲，然后就是会学，然后用他们。那你的学习30个单字是从书上学到的吗？还是有你们的课程？我们的传道部有一个，他们会叫做他们 Book A、Book B 跟 Book C，就是有大概 Book A 有大概500个单字，对，然后就是很有用的单字，然后 Book B 就是大概差不多3000个单字最常用的500，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常用，但是会接触到的3000，对，那词汇量就等于很够了。但可能别人说话你就已经大概能听懂他的意思，是，但是可能语句不能连贯起来，然后再到这边再慢慢学习。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私下会用英文来交流吗？我们传教士就是想算是帮助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是英文是中文都可以，我们不会说你不会一定故意到这里就必须说中文。如果他们想讲英文的话，可以讲英文。因为我有在网上看影片说，你们在学习语言的那2个月的时间，只能说中文，只能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语言，就禁止说英文，是这样子的吗？他们会说就是禁止你说英文，但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太难。确实你们很不容易，我觉得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学会一门中文，相对来说是很难的一个语言。那你们写和看呢？我会看。你已经会看很多，所以通常如果不是非常深刻的话，我大概会看得懂别人在传我什么讯息。但写的话，我没有专心在写下，所以我会写一些简单的。是会笔画那么多，我的中文不太好，没关系，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有在传讯息给我，你的中文是直接输入中文，还是说先输入英文再翻译过来，用翻译软件？我就会用注音，所以就是直接。你会用注音？哇，比我还厉害。我忘了跟你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不是台湾人。对，因为你们其实来台湾已经传教很久了，就是你们整个教会，所以我看到你们觉得很好奇，可能台湾人已经看到你们很多次。对。那北投这边，因为我也搬过来有3年时间了，之前没有看到过你们，是最近才开始在北投这边传教吗？所以我们传教是会换地方很多，我们大概通常不会在一个地方超过6个月，这不一定，但通常不会超过6个月，所以就大概6个月，然后就是换地方，所以我在传教大概1年多了，然后我在天母有服务过土城、林口，然后北投，我住在北投大概可能2个月。你们是有跟之前的传教士联系过吗？就是说我现在要来北投了，所以北投就是你们一组传教士，还是会有其他的传教士？有些地方会有姐妹们跟长老们，但通常一个区域有时候会有一组长老们，一组姐妹们。那你们下一个目标会去哪里？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就是算是会听神赐给我们会长的启示所以是由会长传达给你们，需要北投传完教了，然后需要去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地方是哪里？再告诉你们。我们要搬家3天之前才会知道我们是否会搬家，然后搬家的话他会说大概3天之前说，你会搬家了，要是整理行李，准备搬家。3天前接到信息说要来北投，那这3天你们到北投住的地方要怎么解决？我们的教会算是会帮助我们安排，所以当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会用一样的公寓，但我们就会搬到那个公寓，全都帮你们准备好。对，但他们不会换公寓，就是换传教士。所以他等于你们教会会在台湾的很多地方都租了公寓，然后就安排你们去这个公寓。那你们一天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的？我每天大概7点会起床，7点起床，然后7点到9点是会有那个健身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吃早餐。9点之后就会开始，我们会花大概30分钟来安排我们的一天，就是会说我们今天会去这边，所以要做这个，然后也会做一些研读，例如说个人研读，所以阅读经文，阅读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变成更好传教士的
事情，是，然后也会出去。通常大概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天，就大概10点半会出发，然后就在街上骑着脚踏车。你们的交通工具是只允许骑脚踏车吗？然后10点半出门进行到几点？大概晚上9点半。一天都在外面。都不会回到家里怎么样？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一个禁止的事情？如果我们不需要，是就一天都在外面，都会在。那你们的午餐跟晚餐要怎么解决？我们每一个月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钱，因为台湾比其他地方还便宜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几乎每餐都会在外面吃。是会在哪里吃？北投的话有在哪里吃？我们之前很常会吃那个八方云集，我们喜欢这个就是在这边的那个 Pokemon 健康我知道那家。那早餐呢？早餐通常是在家里9点之前。是怎么准备？是自己准备还是？是自己准备，是每个人是不一样。例如说，他会每个礼拜或者每天会吃鸡蛋跟那个酪梨，他很喜欢酪梨。然后我的话会吃那个算是喝那个蛋白粉的那个饮料。OK。每个传教士都不一样。那你们的吃东西有什么教会不允许你们吃的吗？没有毒品跟那些事情以外，是我没有什么。算是没有什么禁止，没有什么禁止，但是酒不能喝。酒和咖啡也是禁止的，茶也是禁止的。那9点回到家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11点之前想睡觉，所以就是9点半到11点，就是算是自己的时间，可以再你要的话可以再健身，或是就可以准备睡觉。觉得北投这边什么店比较好吃？喜欢台湾的什么食物？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吃的话就是它有一些很真的非常好吃，什么传统的那个餐厅，但便当嘛，就一般的便当嘛。对啊，我们没有太多钱，所以我们不能就是一直在吃很贵的食物，所以通常就是便当，就是八方云集，对，不要超过200块。有很多传统的餐厅真的非常好吃，然后也喜欢八方然后什么其他的，我自己喜欢。便当，然后有一些之前同班不喜欢便当，对，就是看传教士。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不喜欢便当，不喜欢蛋饼。蛋饼蛋饼最喜欢这个健康的食物。Poke 那一家你们这样一天的消费，一天花的钱，可以透露是多少吗？有规定吗？你们教会没有？我们没有规定，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大概9000块左右，9000块的台币。所以我没有什么没有在一天不能超过的，每个月里边自己控制，一个月9000块，一个人，然后房租不需要自己出。那像你们这样的衣服啊，什么都是教会准备的吗？衣服的话是我们自己准备的。你们这样的穿着就是上半身白衬衫，然后下面是西装裤，然后带领带这样子的，是规定的吗？他们会想要我们穿那个正式的衣服，是，因为我们当然会希望会代表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有很 OK 了解，就比较正经的一个形象。对。那你们的脚踏车呢？是也是我们自己买的，自己买的，但我们的教会会算是安装一下，然后给我们，然后他们说 OK 可以买，所以他们会准备，然后我们就会买。我听说你们是男性是19到25可以去传教2年，然后女性是19到29可以去传教1年半的时间，是这样子的吗？女生是1年半，然后男生是2年。那就是传满2年你就不可以再去传了吗？其实还是可以，但可以自发的去传。像你们来台湾这个传教2年，对吗？是教会规定的吗？每个人都需要去到。也是自愿的，然后传到2年之后，就看你们自己还想不想继续传，还可以继续传。所以2年后会回去，然后继续生活，回去生活，结婚之类的想做的事情。是，但你算是还是可以出去传教，但你出去传教的话，通常是跟你的太太之类的，所以你不会自己再去传教。那说到太太，我就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就是听说你们的教会是一个丈夫
可以娶好几个妻子，是这样子的吗？现在不是，现在不是了，不是，只是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一个太太。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分配的制度是怎么样？是说上面会指派你来到台湾？对对，他们会指派，是上面指派的。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会算是申请说，我想传教。对。然后他们就会说 ，OK， 好，然后我们的先知跟使徒是会就是为我们出传教这个祷告。对，就会说，我会做个祷告，然后会派你去什么地方？通常有大概四五个月是来准备，是会收到你会去哪里，然后有通常是大概4、5个月后才会出发，然后4、5个月里边会做准备和学习语言。那你们的这样一些证件啊，然后手续是教会帮你们办理吗？就是可以待2年，在台湾住2年，是教会帮你们办理这些手续吗？对对对，通常是教会帮你们，他们想要我们专心在这个事工上，所以他们会帮助我们租房子，整理那个签证的事情，护照的事情，都是他们帮助我们整理的事。那如果说有人抽到非常不想去，或者是身体觉得不能适应很冷或者很热的地方，那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应该会，但我们申请的时候，他们会问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通常不会收到一个你不能去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会知道。OK， 就是你可能有一个选项，你比较怕热，比较怕冷，所以你不怕热，你们都不怕热。对，你觉得台湾热吗？其实我跟他住的地方是有时候是大概40度，40就是你们家快要50度的地方，所以真的超级热，所以这边就是很潮湿，但热的话是还好。那我想问，这样的天，台湾这2天天天下雨，你们也是在外面吗？也会去就跟别人传教这样子？会，哇，因为如果我们出去，然后完全没有所有人在路上，对，可能会就是做 FB 或是之类的。那你接触台湾人，觉得台湾人怎么样？很亲切的人，觉得他们真的很亲切，应该在传教没有什么被骂的经验吧？没记错的话。我想问一下，你们多久会回一次自己的家？回国？是2年后。2年内不允许回去吗？完全不允许回去。不会。那如果中间有人觉得这个地方我太难适应了，他们算是不会强迫我们留在我们传教的地方，但他们会推荐我们出去2年，然后2年后回去。所以你需要是真的很想返乡的话，他们不会强迫你留在那边，但我会推荐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你如果2年后回到家里，有什么打算？为教会继续工作，还是传教？我是每一个传教士都不会一样，但我的话，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但我希望在大学可以打美式足球，但这还是在想，所以你一直有健身。对，没错。对，所以你们20岁出来传教，那学业就暂停了，然后回去有可能继续再上大学。你们是几岁开始加入这个教会，算是这个教徒？我跟他是8岁，从小是这个教会的。对，就是你们的父母就是这个教会。那你之后弟弟他们会出来传教吗？希望他们会。如果我的弟弟，我是老2，他想传教的话，他大概10个月后才会传教，所以很快很快。我希望他会。你觉得传教这一段经历会对之后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很多，我们想要帮助别人，但我觉得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在帮助自己，你会发现，我真的在进步。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会变成像耶稣基督一样，比较专心，所以当然不会为自己传教，会为别人传教，但一定会帮助之后的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更接近主这样的感觉。对。OK， 很棒，这个一定很棒。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大家拜拜。